荣国府的戏房是为迎接元妃省亲而设置的。第17回至18回介绍到，贾强从姑苏采买了12个女孩子，并聘请了教戏的老师以及戏曲行头等，并赶在元春省亲前排演了20出杂剧来。后来戏房就由贾强负责，总理其日用出入银钱等事，以及大小所需之物料账目。戏房所在处为元安置薛姨妈一家的梨香院，此时早已腾挪出来，另行修理了，就令教习在此教演女戏。该回中还透露了个信息，又令派家中就有曾演学过歌唱的众女人们，如今皆已颇然老妪了。这意味着荣国府原本有过戏房，后来撤销了。当年演戏的众人如今已是颇然老妪，则表明先前戏房的设置是数十年前的事。荣国府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看戏，戏字在前80回出现了200余次，可说明那些主子们看戏之频繁。在戏房设置之前，书中已有多次看戏的描写，而且都是和喝酒并写。第7回里写到王熙凤在宁国府玩牌，秦氏、尤氏二人输了戏酒的东道，于是后来就有第8回里贾母遂携了王夫人、林黛玉、宝玉等过去看戏的情节。第11回里宁国府庆贺贾敬的寿辰，请大家喝酒的同时，还找了一班小戏子，并一档子打十番的。此处十番是指用乐器合奏的套曲。第14回写办理秦可卿丧事，宁国府从外面请来2班小戏，并耍百戏的。第16回里写，突然6宫都太监下手中乘马而至传旨，此时荣国府为庆贺贾政的生辰，正置办戏酒，唬得贾赦、贾政等一干人忙止了戏文，撤去酒席，摆了香案，起中门跪接。戏房设置后的首场公开演出是元妃省亲之时，太监一声吩咐快拿戏目来，贾强就即将锦册呈上，并12个花名单子。元妃点了一捧雪中的豪宴，长生殿中的奇巧，邯郸梦中的仙缘与牡丹亭中的离魂。脂砚斋在此处提示道，这4出戏依次预示了贾家之败、元妃之死、珍宝玉、宋玉与黛玉之死。他又批云，所点之戏剧服4事，乃通不输之大过节、大关键。戏房的首场演出十分成功，元妃极为赞赏，对灵官尤加褒奖。后来元妃还将荣国府的戏班叫进宫演唱。第36回里灵官拒绝为宝玉演唱时，就说前儿娘娘传进我们去，我还没有唱呢。除了偶尔进宫演出外，戏房在元妃省亲后转入平时排练，需要时来演出的常态。第23回里，作者描写了林黛玉听到戏房里女孩子演习《牡丹亭》的情形。此时梨香院内笛韵悠扬，歌声婉转，黛玉听了十分感慨缠绵，不觉点头自叹；而听到如花美眷、似水流年，不觉心动神摇。待听到你在幽闺自怜等句，一发如醉如痴，站立不住。这是历来红学研究者喜欢引用的经典描写。这一回的回目就叫西厢记妙词通细语，牡丹亭宴曲景芳心。在第43回里，贾母让大家凑分子给王熙凤过生日，共凑了150两有余，由尤氏负责操办。尤氏表示这些钱远超实际需要，头等戏不用钱，省在这上头。他的计划是让府中的戏班来演出。王熙凤感到这些钱不花白不花，便提出咱们家的班子都听熟了，倒是花几个钱叫一班来听听罢。这里都听熟了4字，表明戏房的演出任务不少，而演员只有12个，排出的节目也有限。于是王熙凤要求换换口味，也可以理解。不过她的要求很可能含有攀比的意思。第22回里，宝钗过15岁生日就没动用府内的戏班，而是向外订了一班新小戏，昆、一两腔皆有。当时贾母出资20两，交与王熙凤置酒戏。王熙凤还半开玩笑地反问，这个够酒的？够戏的，可见外面叫个戏班来，花费不会小。第54回写元宵节家宴时，荣国府请来了外面的戏班子，也是小演员担纲，唱的是西楼。贾母听罢意犹未尽，便吩咐道，叫他们且歇歇，把咱们的女孩子们叫了来，就在这台上唱2出给他们瞧瞧。于是下人赶紧往大观园去传人。这是书中唯一一次写到外面与府内戏班子的同台竞艺。
贾母关照自家的戏班子，前面演唱的是有名玩戏家的班子，咱们好歹别落了褒贬，少不得弄个新样的。他让方官唱寻梦，让魁官唱慧明下书，只用这2出叫他们听个书意罢了。戏房里12个演员都是10岁左右的女孩子，荣国府从苏州买来时，他们的年龄更小。这些人的日子过得要比府内那些丫鬟艰辛得多，持续的排练与演出自不必说，他们还要忍受额外的盘剥。为了照料这些女孩子的生活，府里给每人指定了个干娘，而这些小演员较优厚的分例，其中相当部分竟被干娘拿回家了。偶官离开戏房后，还对当日遭盘剥的情形念念不忘，别的东西不算，只算我们的米菜，不知赚了多少家去，和家子吃不了，还有每日买东买西赚的钱。第36回里描写了掌管戏房的贾强与小旦灵官的恋情，作者的本意是突出宝玉对情缘认识的深化，自此深悟人生情缘各有分定，但他同时也写出了那些女孩子对自己生活境遇的愤恨与无奈，天天闷闷的无个开心。为了给灵官取乐，贾强花了1两8钱银子买了只玉顶金豆与扎有小戏台的鸟笼，扔些谷子就能轰的那个趣儿在戏台上乱窜，显鬼脸旗帜。灵官触景生情，立即给贾强脸色看，你们家把好好的人弄了来，关在这牢坑里学这个牢石子还不算，你这会子又弄个趣儿来，也偏生干这个。在那些女孩子的心目中，这戏房就是个牢坑。离开牢坑的日子出现在第58回，当时老太妃死了，朝廷下令各官宦家，凡养幽灵男女者，一概捐免遣发。在会商如何处理时，王夫人表示，他们也是好人家的儿女，因无能卖了做这事，装丑弄鬼的几年。如今有这机会，不如给他们几两银子盘缠，各自去罢。当日祖宗手里都是有这例的，由王夫人的最后一句话可知，早年荣国府也设有戏房，后来估计也是因朝廷的旨意而撤销，王夫人的主张是按旧例行事。可是那些女孩子倒有多半不愿意回家的，因为回去后很可能再次被卖，所愿去者只4、5人。于是那些不愿去者分散在园中使唤，贾母便留下文官自使，将正旦方官职与宝玉，将小旦蕊官送了宝钗，将小生藕官职与黛玉，将大花面魁官送了湘云，将小花面豆官送了宝琴，将老外爱官送了探春，尤氏便讨了老旦茄官去。当下各得其所，就如倦鸟出笼，每日园中游戏。戏房里12个女孩子的名字在作品中都先后出现过，后来要官去世，新补者未留名字。与上文所述个人归宿做比对，可发现离去者是灵官、宝官、玉官与那新补者。灵官对贾强有所爱恋，否则他不会连续在地上画写那许多强字。第30回夸张地说，已经画了有几千个强。可是他依旧决然地选择离去，也许在他看来，何止是戏房，整个荣国府就是一个牢坑。果然，留下来的女孩子并未能逃脱悲惨的命运。多年与世隔绝的学戏生涯，已使他们较难融入正常的生活。尽管宝玉等人皆知他们不能针指，不惯使用，皆不大责备，但他们率性而为的言行，难免会招来不少怨恨。其中方官等人还与赵姨娘发生了激烈的冲突。待到超检大观园事件爆发，王夫人在第77回里下令，上年凡有姑娘们分得唱戏的女孩子们，一概不许留在园里，都令其个人干娘带出，自行聘嫁。这些干娘凭空得到了谋财的机会，皆感恩趁愿不尽，都约其与王夫人磕头领去。方官、藕官与蕊官的最后抗争是寻死觅活，只要剪了头发做尼姑去。而水月庵的智通与地藏庵的圆心巴不得诱拐2个女孩子去做活使唤，于是出家成了他们的归宿。至此，荣国府戏房的故事算是画上了句号。